Everybody， 劲爆消息啊！这回 GameFi 的格局真的要变天了。无论你是 GameFi 的投机者还是玩家，都一定要看到视频最后啊！因为今天要给各位分析的项目 Seed 很有可能打破现在 GameFi 和 Metaverse 的格局，那同时呢，也有望让你从中赚到一笔不菲的收入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 James， 一名不善言辞的区块链分析师。首先声明，本频道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币圈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那这次项目的逻辑和上次我发的 Legendary Heroes Unchained 类似啊，也是项目好久都没有动静，然后突然融资几千万。那当时那个视频发布后过几天啊，项目方就重做了官网，而且发布了新的路线图。那你能最早进去 DC 群，你就是妥妥的 OG， 稳赚不赔。所以这也验证了我的思路啊，就是找超早期项目，看融资信息准没错。那话说回来啊，为什么我说 Seed 会颠覆整个 GameFi 的格局？我们先来看两个信息。第一，项目由 Notzone、乐高创投、Animoca Brands 3家投资机构领投，其中 Animoca 7月6日刚投了4100万美元，让项目总融资额达到了8000万美元。简单来讲就3个字：巨有钱。那第二点，极其靠谱的项目团队，他们靠谱到什么地步啊？为了让玩家能够有真实的游戏体验啊，他们在柏林、波士顿、亚特兰大、洛杉矶等等多个城市进行了深度的调研，并且采访了哈佛大学教授啊 Lawrence、Phil 等等，并且汇编成了8期播客，主要内容就是关于遗传学、大脑模拟、未来政治等等。你见过哪个炼油团队是这样做游戏的？OK， 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游戏玩法是怎样的呢？那用官方的话来讲啊，这是一款能存在数百万居民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啊。玩家可以通过合作、冲突和互动来殖民一颗外星球。那在游戏中啊，一群原始人被投放在一颗空旷的星球上啊，这些人被称为 Seedlings。那玩家需要扮演一个或者多个 Seedlings， 并和其他玩家相互合作啊，建立功能齐全的社会，以保障他们的生存。那同时一起将这个世界的文明从原始社会推向未来。那有人要说了，这他妈不就是模拟人生吗？哎，还真不是，这些 NPC 可聪明多了。在 AI 的驱动下，每个 Seedlings 都有自己的需求、欲望和认知系统，同时也会繁衍、老化和发展各种社会结构。而且重点来了，无论玩家是否在线，甚至注销了账号 ，Seedlings 都将继续活在这个虚拟世界，而且他们每一个动作、想法或决定都会对周围的社会产生连锁反应。所以你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呀 ，Seedlings 才是这里的主角。所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前面我提到的这些调研了吗？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在游戏里设计出一个现实世界，每个 NPC 都是一个人工智能。那这个世界的自主生长性、发展的不确定性，恰恰是我认为 Seed 这个项目最吸引人的地方。那又有人要问了，这么庞大一个系统能成吗？那我觉得问题不大啊，有以下几个原因。首先呢，这个团队很有钱的，他们在2017年底立项啊，不到1年就获得了 Notzone 领投的895万美元。这个 Notzone 啊是 Spotify 和 iZettle 的早期投资人啊，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应该对这俩产品不陌生。接着，2019年8月又获得 Novate Partners 和乐高创投的2230万美元融资，对，就是那个乐高积木旗下的投资团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前2次都是传统投资机构的注资，那他们相比 Web3 的基金啊，其实投资更谨慎啊，尽调也做得更好。所以呢，这也是对项目方的一个强有力的背书。然后啊，在7月6日啊 ，Animoca 带着他的4100万美元来了啊，这是谁我就不用多说了，对吧？元宇宙投资界估值59亿美元的扛把子啊 ，The Sandbox 项目方不仅能给钱，更能提供不管是技术还是营销层面的资源。那第二点啊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对吧？那项目方自己呢，其实也很有实力的。Clan Game 是一家位于柏林的独立游戏开发工作室啊，是一个80人的全实名制团队，其中 CTO 和 CCO 当年在 CCP Games 任职啊，并参与了 1v1 Online 的制作，这也是个大作吧，兄弟们，没有争议吧？那第3点，他们解决了最大的技术问题，那就是网络和服务器的解决方案。毕竟要实现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啊，靠他们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在2018年就和 Improbable 合作，使用 Spatial OS 作为网络解决方案。Improbable 之前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，这是元宇宙技术领域的扛把子啊。最近 Yuga Labs 旗下的游戏 Otherside 用的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啊。那我也有参加 Otherside 的负载测试啊，2000多个人同时在游戏中互动啊，画面依然很丝滑。
而且最近 Improbable 还独立出一个项目叫 M 平方 ，H6Z 和软银投了1.5个亿啊，注意是美元。这个 M 平方主要做的是 Morpheus 技术啊，相当于 Spatial OS 的升级版，支持超过1万名玩家在密集的虚拟空间中互相交互啊，可以每秒处理超过3.5亿次的通信操作。所以我个人觉得 Seed 大概率后续会升级成这个方案。那我觉得做一个小型的地球 Online 是完全没问题的。OK， 那如果你看完上述的内容，觉得激情来了，想冲啊，想买 NFT 买币啊，对不起 ，Seed 还没有官宣过自己是炼油。啊，别着急关视频，我知道有很多人说浪费了你宝贵的几分钟啊，听我解释一下。官方最近的通稿啊是这样说的：工作室还没有准备好分享这方面的细节啊，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们首先专注于制作游戏，对于所有其他主题，如果我们发现对玩家有价值，我们会考虑它。那我觉得既然这么说呀，上链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啊。你们想想，无论是和 Improbable 合作还是 Animoca， 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区块链是不排斥的。但毕竟这个项目开发了5年了，对吧？作为一个传统的 Web2 团队，他们肯定不希望游戏发布就被工会和韭菜冲烂了，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嘛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即使他们获得了 Animoca 的支持之后，依然不发 NFT 或者 ICO， 那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的质量还是有某种执念的。我反而特别看重这份克制啊，在现在这个市场上，我就敢说，所有的主流炼油项目都是资金盘，所以才会有所谓韭菜的概念。如果炼油能以玩法作为中心，让大部分人只为好玩而付费，那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啊，在今明2年能够看到 Web2 和 Web3 团队通力合作产生的第一款划时代的炼油。也希望项目方不要打我脸啊，毕竟如果出 NFT， 我肯定第一个冲，不为别的，单纯为了情怀。所以如果你也觉得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项目，把他们的网站通通收藏一波，关注一下项目的最新动态，好吧？听我的，准没错。好，那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希望我能给你看项目的一些新思路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Siemens， 一名不善言辞的区块链分析师。那我们下期见。